古装爱情剧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兼顾成长、爱情、家国情怀与人物蜕变的作品却并不多。竹玉之所以刚公布演员阵容便引起大量网友关注，不仅因为张凌赫和田曦薇拥有极高的人气，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本身拥有一个十分新颖而富有生命力的故事设定。故事的主人公樊长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门千金，也不是拥有惊人身世的天命之女，她只是一个生活在普通百姓中的卖猪肉姑娘。从小父母双亡，命运没有给予她任何优待，反而让她不得不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面对生活的艰难，她没有选择抱怨，更没有依赖别人，而是凭借勤劳、勇敢和坚韧，一步一步撑起整个家。正因为长期与生活搏斗，樊长玉养成了豪爽直率、雷厉风行的性格。他说话干脆，做事果断，从不喜欢拐弯抹角。这样的设定与许多古装剧中温柔娇弱的女主形成鲜明对比，也让观众眼前一亮。很多观众表示，樊长玉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她后来成为女将军，而是在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子里，她依旧活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她没有华丽的身份，没有高贵的背景，却拥有最珍贵的品质：善良、坚强和永不服输。正是这种贴近普通人的成长经历，使角色更容易引发观众共鸣。很多人在她身上看见了现实生活中努力奋斗、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们，也让整个故事从一开始便拥有了真实而温暖的力量。而就在樊长玉看似平凡的人生中，一场意外也悄悄改变了他未来的命运。如果说樊长玉代表着普通百姓的烟火人生，那么谢征则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表面上，他只是一个身份普通、沉默寡言的男子，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侯爷。因为家族遭遇巨大变故，他不得不隐藏真实身份，在暗中等待时机，为家族洗刷冤屈，也为自己寻找复仇的机会。命运总喜欢制造最戏剧性的相遇。一次偶然事件中，樊长玉救下了身受重伤的谢征。本来只是出于善良的一次援手，却让两个毫无关联的人从此产生了无法割舍的联系。对于谢征来说，这位卖猪肉姑娘没有因为利益而接近自己，也没有因为身份而区别对待他。他只是单纯的认为，一个受伤的人值得被救，一个生命值得被珍惜。而对于樊长玉而言，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沉默男子隐藏着怎样惊人的秘密。他依旧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人做事，没有刻意讨好，也没有过多追问。正因为双方都没有任何算计，这段关系才显得格外纯粹。随着故事不断推进，观众也会发现，两人的相遇并非简单的英雄救美或命中注定，而更像是两个孤独灵魂，在人生最低谷时彼此照亮。一个失去了家人，一个背负着血海深仇，一个努力生活，一个隐忍等待。他们虽然经历不同，却都承受着命运给予的巨大压力。正因为拥有相似的孤独，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也为后来感情的发展埋下了最自然、最真实的伏笔。为了应对复杂的局势，也为了保护彼此，两人不得不选择假成亲。在很多古装作品中，先婚后爱已经成为一种经典设定，但真正能够拍出层次感和情感递进，却并不容易。竹玉最令人期待的一点，正是他并没有急于制造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让感情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自然成长。刚开始，两个人都十分克制。谢征始终保持距离，因为他知道自己肩负复仇重任，不愿将危险带给樊长玉。而樊长玉则把这段婚姻当作一种责任，他认真照顾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却从未奢望更多。然而，真正打动人心的爱情，往往不是一句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里的点滴陪伴。谢征默默关注着樊长玉的一举一动，在他遇到困难时，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樊长玉也逐渐发现，这个外表冷淡的男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温柔、可靠。两人从最初的陌生、防备，到慢慢建立信任，再到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每一次变化都顺理成章，
没有刻意煽情，却充满真实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像涓涓细流，虽然没有惊涛骇浪，却能一点一点流进观众心里。这样的感情不依赖身份，也不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是在共同经历风雨之后，彼此成为最重要的人。这也是许多观众最期待看到的爱情模样，没有套路，只有陪伴；没有浮夸，只有真诚。如果竹玉只有爱情，那么它或许只是一部优秀的古装言情剧。但真正让原著拥有高口碑的原因，是故事始终围绕着成长展开。樊长玉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停下脚步，相反，她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从一个普通卖猪肉姑娘，一步一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将军。她学习兵法，磨练武艺，经历无数次失败与考验，也见证了战争带来的残酷。她逐渐明白，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拥有高贵身份，而是在任何困境中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此同时，谢征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曾经，他的人生只有复仇，但在认识樊长玉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真正值得守护的，不只是家族的荣誉，更是天下百姓的安宁。因此，他最终放下狭隘的个人恩怨，与樊长玉并肩前行，共同承担起守护国家、守护百姓的责任。两位主角的成长轨迹彼此交织，又相互成就。他们不仅是恋人，更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是能够在风雨中携手并肩，共同面对挑战的人。除此之外，竹玉的故事还融入了大量轻松幽默的生活片段，使紧张的剧情中始终保留着温暖与笑意。而当战争、离别、牺牲等情节逐渐展开时，这些曾经的欢笑又会化作更加深刻的情感力量，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之间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也正因如此，竹玉不仅讲述了一段爱情故事，更描绘了两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成长，彼此扶持，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壮丽篇章。而随着剧情不断深入，他们还将迎来更加严峻的挑战，隐藏多年的秘密也即将浮出水面。随着竹玉正式官宣主演阵容，网络上最热烈的话题之一，便是张凌赫与田曦薇是否能够成功塑造谢征与樊长玉这两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从目前公开的信息以及网友们的讨论来看，大多数观众都认为，两位演员不仅在外形上十分符合原著描写，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表演风格与角色气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契合感。这种契合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颜值符合，而是能够让观众相信他们就是故事中的人物。首先来看谢征这个角色。谢征并不是传统古装剧里那种一出场便锋芒毕露、气场全开的英雄人物。恰恰相反，他大多数时候都在隐藏自己。他必须压抑真实身份，隐藏锋芒，将所有情绪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之下。这样的角色对于演员最大的考验，并不是动作戏，而是眼神戏。因为真正复杂的人物，从来不是依靠台词去表达，而是通过每一次沉默、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细微的表情变化，让观众慢慢读懂他的内心。不少观众认为，张凌赫最大的优势正是这种内敛而富有层次感的气质。他拥有挺拔俊朗的古装形象，同时又不会给人一种过于张扬的感觉。当他安静站在那里时，自然而然便流露出一种沉稳、克制、冷静的氛围。这种气质与谢征长期隐忍、步步为营的人设十分吻合。尤其是在未来剧情中，当谢征逐渐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面对家族恩怨、朝堂斗争以及国家命运时，角色将经历从隐忍到爆发，从复仇到守护天下的巨大转变。如果演员能够精准把握这些心理变化，那么人物成长所带来的感染力将成为整部作品最重要的看点之一。相比之下，田曦薇饰演的樊长玉则承担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